古兰经中没有头巾。作者菲拉斯·阿尔莫内尔。这本书的目的是要证明古兰经从未像传统法学家捏造的那样要求女性蒙头。由于古兰经禁止信徒将古兰经以外的任何东西作为宗教来源，正如我在另一本书中证明的那样，古兰经禁止将先知的行为视为立法。信女应该遮盖的身体部位是什么？这个问题在古兰经的不止一章中都有涉及。有时你会发现一个 surah 中女人的身体部位更喜欢被遮盖，有时只遮盖必须遮盖的部分。让我们从 surah 那儿开始，我们取下并强加了这部 surah。此外，我们在其中取下了神奇的经文，目的是让您可以冥想。surah Nur。We brought down 这个词是复数形式，因为它是最高天庭顾问委员会的说法，其专业之一是与宇宙物理法则有关的事物。从这个方面来说，它代表了人类在某一天达到科学发展的最高水平时所能达到的最高能力。根据古兰经形化，把原本属于形而上学的东西放下来，就可以使它变得可感知。将其应用于这些经文的上下文告诉我们，当一个人研究执行古兰经性戒律的结果时，他可以发现这些戒律对性现实的本质的适用性，前提是手段足够科学先进。这就是我之前在 YouTube 上详细解释的内容。打倒并不针对特定的群体，如以下经文所示，我们打倒了铁，这给了人们巨大的力量和好处。25. 古兰经 Al-Hadith。 最高咨询委员会允许铁以其可感知的物理形式存在于地球上，而不仅仅是作为一种我们看不到的能量，以便人们可以发现和利用这种金属。由于 bringing the iron down 不针对特定群体，因此这里的动词仍然是无项的。出于同样的原因，在 Surah Nur 的第1节中提到了我们打倒了这个 Surah 这个短语来概括地描述这个 Surah， 这意味着每个人都会理解这章的含义，无论他们是信徒还是非信徒。然而，我们在同一 Surah 的以下经文中遇到了相同的动词，其指向如下。我们给你带来了毫无疑问的经文。34. 古兰经 Nur。 这次这个动词是专门针对信徒的，因为第1节和这节经文之间的所有经文都是针对信徒群体的诫命，因为只有那些相信这些经文来自他们的主的人才会执行它们。然后出现了下面的诗句，我们记下了毫无疑问的经文。46. 同样，这里的动词不是针对的，因为前面的经文没有诫命，而是谈论宇宙的物理定律，这些不是针对特定人群的。值得注意的是，前面几节中提到的形容词 undoubted 和 miraculous 形容词在阿拉伯语中都是从一个语言词根派生出来的，即 clarity 只是第一个由6个字母组成，第二个是5。在古兰经的语言中，第一个形容词的清晰度意味着现实的清晰度，而第二个形容词则意味着源头的清晰度。第一个形容词中现实的清晰度证实了该属性是100%真实的，也就是说，它不是比喻或相对意义。这就是我所说的饱和形容词。例如，摩西说：“法老啊，我是世界之主的使者。”所以他扔了他的手杖，然后他无疑是一条蛇。104、107 Surah Al-Araf。 所有看到这条蛇的人都不会怀疑它是一条真正的蛇100%。另一方面，这条蛇是否代表了一个奇迹？因此摩西是与天国联系的使者。这是第二个形容词的任务，将蛇的奇迹归类为摩西的9个奇迹。我们给了摩西9个神迹。101古兰经 Al-Azhar。 第二个形容词的源头清明，意思是属于天界的清明，代表神迹。出于同样的原因，安努尔古兰经中的前几节经文被描述为无可争议的，因为当我们让古兰经自我解释时，我们可以100%肯定地理解它们的含义，就像我们在本书中所做的那样，
用这种精确的方法。原则上，古兰经强烈反对以武力将宗教戒律强加于人。例如，国家无权强迫公民祈祷、斋戒或做类似的事情。因此，古兰经没有将祈祷或斋戒视为义务。但是，特定主题代表宗教戒律，因此，无论谁坚持它们，都应该在来世寻求上帝的满足。同时，如果他违反了它们，他将在后世受到国家的惩罚。例如，当死者没有留下遗嘱时，伊斯兰法庭根据古兰经法律分配遗产。因此，古兰经称继承权为来自真主的义务。如果他有兄弟姐妹，那么他的母亲得到1/6，上帝的义务。11 Surah An-Nisa， 古兰经还将嫁妆定义为一项义务，因为男人向女人承诺，他将在结婚时将嫁妆作为礼物交给她。但是，如果他不遵守诺言，女方可以向法院提出申诉。如果你和他们离婚，在前夕之前和你对自己施加有利于他们的义务之后。237 Surah Al-Baqarah。 出于同样的原因，安努尔古兰经的第1节中提到了强加一词，因为该古兰经中提到的戒律是由国家强加给人们的。允许一个人在孩子们的注视下赤身裸体地走在街上是不合理的。因此，在第1节之后，苏拉立即以司法裁决开始，淫妇以及与他发生性关系的人，每人鞭打100下。2 Surah Al-Nur。 强加和义务这两个词源自阿拉伯语中的同一个语言词根。如果我们翻到第30节，我们会发现讲话已经变成了一种不同的形式。它以 tell 这个词开头，告诉信徒们降低他们的视觉感知，并保护他们的生殖器官。30 Surah Al-Nur。 仅仅提出一项法律来惩罚在尴尬情况下注视那些不愿被人看到的人是不够的，还必须有道德教育。这就是为什么古兰经总是对使者穆罕默德说，告诉这个词，让他明白这些诫命不足以让你把他们当做一个单纯的告密者来对待，所以你只对人们说一次。但是如果您也将他们视为教育者和传教士，那将很有帮助。因此，每位传道人都应该向信徒重申这些命令。至于从视觉上告诉信众降下这句话，这里降下的动作会在2种情况下用声音提到，让你的走路有目的性，并降低你的声音。19苏拉鲁克曼。这里降低的动作伴随着介词 from， 那些在真主使者面前压低声音的人。3 Surah Al-Hujurat。在这里，降低的动作没有伴随介词方，因为第1节说的是你在生活中的一般行为，因为有一种情况你不应该提高声音，提高声音对人有害。例如，在某些情况下提高声音表示傲慢，就像一些恶霸提高声音以表明他们强大并吓唬人一样。第1节禁止在这种情况下提高声音，因此前1节说真主不喜欢每一个骄傲自大的人。18 Surah Luqman。 在其他情况下，提高声音可能对人们有帮助，例如大声警告父母他们的孩子即将跌倒。当信徒聚集在第2节中的使者周围时，没有提到介词来自，因为信徒在信使面前提高嗓门是不正确的，不管这是傲慢的表现，还是出于有意的目的。在这里，礼貌比得到一些好处更重要。在古兰经行话中，介词 from 表示道德上的贬低，没有它，贬低是生理上的。由于降低一个人的视觉感知的命令带有介词 from， 这意味着不要在他们不喜欢被人看到的状态下看他们。例如，如果你走在街上，停在一所房子前观察里面的居民是不正确的。因此，在这个命令之前的3节经文讲到邻里行为的规则。一些没有冥想古兰经的人解释说，当信徒在街上看到一个女人露出身体禁忌的部位时，信徒必须把2个眼皮之间的空间压低一点。
这种解释是错误的，因为前一节经文不是关于视觉，而是视觉感知。古兰经在许多经文中清楚地区分了眼睛和视觉感知，包括我们已将地狱变成适合许多人类和外星人的地方，他们有眼睛，无法通过视觉感知。179 Surah Al-Araf， 人类要实现视觉感知，需要眼睛作为媒介。然而，有些人有2只眼睛，需要意识到他们应该通过它们看到什么。他们本可以使用这种手段来取得更好的结果。他们看到，但需要意识到他们所看到的才能达到真相。谈到降低声音的诗句也是如此，因为他没有说降低从你的嘴巴，而是说结果即声音，而不是手段。这节经文警告你，社会习俗将你直视别人的行为归类为邪恶，这是古兰经中唯一禁止看的东西。但是如果有人不介意看它，那你就没有看错。即使你看他身体的禁忌部位，只要他故意暴露自己，来世受罚的是他，而不是你。如果我们继续读这30句，我们会发现他说，他们应该保护他们的生殖器官。30 Surah Al-Nur， 由于这句话前后的言语都与凝视有关，意思是男性必须让自己的私密部位不被凝视，即阴茎、阴囊和肛门。根据我在古兰经中祈祷的真相一书中解释的生殖器保护类型，必须完全保护这些部位。你甚至不允许穿描述阴茎和阴囊轮廓的紧身衣服。至于这句后面的诗句，则是专门针对女性的，并告诉相信的女性降低视觉感知，并保护她们的生殖器官。31 Surah An-Nur， 这里的女性也不应该以不合适的容貌侵犯别人的隐私。此外，她们穿紧身衣服显示其生殖器官及外阴的细节是不正确的。然而，这节经文通过以下短语更详细地说明了他们的情况：不要暴露他们的贵重物品。一些人将其解释为女性应该将他们的珠宝藏起来，以免被人看到。其他人声称他不得不隐藏他佩戴这件珠宝的身体部位。事实上，这2种解释都是错误的，因为首饰，如项链、戒指、手镯等，是古兰经所说的首饰，而不是贵重物品，是它让大海适合你吃新鲜的肉，并带出你佩戴的珠宝。14 Surah An-Nur， 他们在火中燃烧的东西以获得珠宝。17 Surah Al-Arad， 这2个海不是一个性质的。你带出你戴的首饰。12苏拉法蒂尔，因此在珠宝中长大的人并不精通对话的艺术。18 Surah Al-Zukhruf， 用古兰经术语来说，贵重物品是一回事，珠宝是另一回事。要了解贵重物品，我们必须先了解口袋，这是同一节经文中提到的，让他们用衣服遮住口袋。这句话表示盖贵重物品就是盖住口袋。这节经文中2次提到不要暴露他们的贵重物品这句话。首先是允许遮盖女性的贵重物品，即使是紧身衣服。第二个是人，他们被允许不穿衣服看到这些贵重物品。阿拉伯语中的口袋有多种含义，但最后都汇聚在一个含义上，包括裤子的口袋和代表2个突出事物之间平坦的一切。而且在语言标准词典中，深入分析所有可能派生口袋一词的词根，都表明它们与挖洞或收容有关。因此，可以包含某些东西的东西一定更像是一个洞或空隙，所以有空间容纳其他东西。因此，所有的意义最终都与2个事物之间的洞或空间有关。即使在古兰经形化中，我们也能在以下经文中找到相同的含义。Tamids， 他们在山谷中挖掘岩石进行雕刻。9 Surah Al-Fajr， 其中一个人说，不要杀死优素福，把他扔到坑深处。10优素福苏拉，把你的手放在你的口袋里。12 Surah An-Naml，
把手穿过口袋。32 Sir Alcazar， 这里的口袋要不是和所有衣服的口袋一样是个洞，他的手根本插不进去，因为插在两个突出的东西之间。因此，女人的重中之重是乳房之间和臀部之间延伸到整个外阴的空间。因此，要遮盖的部位是臀部、外阴、臀部和乳房。平坦且没有两个突出部分的区域，例如上胸部或下背部，不属于贵重物品，因此不需要覆盖它们。根据《古兰经》术语，列表中提到的第一个元素是理解其余元素的基础，故妇人余下之腔，如腋、耳、鼻、口等，皆无盖之旨。因为外阴是这节经文中提到的女人的第一个部分，是性器官，这表明任何凹陷都不能归类为她的贵重物品，除非它是性器官。此外，在这节经文的结尾还提到了外阴，以确认它完全是关于性器官的。以下经文将使贵重物品的含义更清楚。贵重物品是独一无二的，因此引起注意。我们在天空中制作了星座，并使它们对旁观者有价值。16 Surah Al-Hijr， 这里的贵重物品因其与周围环境的区别而吸引了旁观者，所以女人的空虚并不能算作有价值的东西，只有被鼓鼓的、有魅力的东西包围着的，才是独一无二的。2与扁平的区别，我使地球上的一切成为地球上的贵重物品，我将使它像沙漠一样平坦。7 8 Surah Al-Kahf， 地球表面以上的任何物体都被认为是地球上的贵重物品之一。然而，当那一天到来时，地球表面将变得平坦，看起来像沙漠，没有草木，也没有生命源泉。因此，由于前臂、肱骨、小腿等部位扁平无特征，不属于贵重物品。3成为诱惑力的象征，我们的主，你给了法老和他的随从，他们可能会误导人们偏离你的道路，今世生活中的贵重物品和金钱。88苏拉尤努斯，法老所拥有的贵重物品与金钱不同，因此何相将它们分开。法老利用这些贵重物品来误导人们偏离他们的主的道路，依靠他们的诱惑和影响的严重性。他们类似于男人或女人的性器官，当被指向腐败社会时会产生重大影响。他说，你的约会是宝物之日，人们应该在早上聚集。于是法老去收集他的财物炫耀，然后他来了，收集你炫目的手段，然后水平排列。那些追求优越的人今天已经成功了。59、60和64 Surah Taha， 法老将这一天称为宝物之日，因为他会收集他所有的是幻术手段，也就是他的宝物，以显示他对人们的优越感。考虑一下贵重物品，它们有多么特别，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找到。因此，女人与男人的区别不是腿，而是他的私处，古兰经称之为贵重物品。他难道不知道，在他出生前几个世纪，
上帝已经毁灭了那个比他拥有更多战争手段和更多士兵的人吗？所以他带着贵重物品出去见他的人。那些渴望今世生活的人说：哦，我们会得到像 Quran 那样的东西吗？78、79 Surah Al-Qasas。 Quran 的贵重物品是很多武器和士兵。想象一下看到 Quran 贵重物品的人的心理状态，自然他会希望得到卡伦拥有的东西，因为这些贵重物品太棒了。女人的头发不能说是有价值的，因为男人看到她再漂亮也不会产生性欲。相反，女人的贵重物品就像 Quran 的贵重物品一样，因为它们是他影响他选择的人的方式。那些因为美丽而要求女人遮住头发的人没有研究过古兰经。古兰经在行话中区分了美丽和贵重物品。女人的头发、脸庞等等都是美丽的。此外，每一只鸟、每一棵树以及今生的一切事物都有它的美，但古兰经禁止女人展示她的贵重物品，而不是美貌。古兰经中提到美是这样的：他创造了牛，它们的美丽让你在它们休息时和你释放它们时感到快乐。此外，还有马、骡子和驴可供其乘和贵重物品。5、6和8 Surah An-Nahl。 他认为牛在牧场上漫游时的样子是美丽的。他紧接着就提到了贵重物品，所以你明白贵重物品是一回事，美丽又是另一回事。由于女人的贵重物品是她在爱情世界中最重要的成功手段之一，所以贵重物品这个词在诗歌中也与奉献有关。哦，你们亚当的后裔，在每次奉献活动中带上你们的贵重物品。31岁 Surah Al-Araf。 我在古兰经中的祈祷真理一书中解释说，奉献有多种含义，包括祈祷时的虔诚，追随天使在这个宇宙中工作的路径，以理解其规律的奉献精神，以便我们能够完成科学发明，例如。因此，这节经文要求人们用适合各种情况的能力武装自己。他建议他们为进入清真寺进行集体祈祷做好适当的准备，并为进入科学实验室进行研究和发现准备适当的设备。因此，贵重物品是适合特定目标的手段。为了进一步证实上述内容，古兰经将贵重物品与典型性而非美感联系起来。无论谁被欺骗认为他的不当行为是有价值的，都将其视为典型。8. 苏拉法蒂尔。贵重物品错觉的总体结果是典型性错觉。从现在开始，不允许你有女人，也不允许用妻子代替他们，即使你喜欢他们的典型性。52 Surah Al-Ahzab。 这是先知未来婚姻的禁令，即使他遇到了他钦佩的女人。这节经文没有提到他们的美貌，因为通常吸引男人的是女人的典型性，而不是她的美貌。例如，如果一个女人有一张漂亮的脸，但她的女性部位有根本缺陷，古兰经称之为宝贵，这很可能是减少想娶她的男人数量的一个原因。他们的典型性意味着他们的贵重物品没有缺陷。也就是说，即使先知遇到一个穿着体面的女人，但她的衣服描述了她胸部的一些细节，例如适合先知的口味，这节经文仍然禁止他娶这个女人。他可能会遇到一个独特的女人，她的美丽是他从未见过的，她深深地吸引了他。除非他不是这节经文禁忌的作者，并且被命令完全按照我们的命令避免这些禁忌，否则他怎么能避免他不知道的未来利益或快乐呢？出于这个原因，天堂的女人被描述为典型的，而不是美丽的，她们是典型的具有优秀属性的女性。70 Surah Ar-Rahman。 在这个生活中，美比典型更常见，甚至那只鸟也很漂亮，没有法学家禁止人们看那只鸟。我们留在第31节继续背诵，他们不应该暴露他们的贵重物品，除非是容易被察觉的。古兰经中的觉悟一词有多种含义，
但各有其表达方式。这节经文中的预期含义以相同的方式出现在以下经文中：不要接近不道德行为，无论它是容易察觉还是困难。151 Surah Al-An'am 说，我主禁止不道德，无论它是容易察觉还是难以察觉。33岁 Surah Al-Araf 所以贵重之物不可外露这句诗的意思是说女性的器官必须用衣服遮盖。但是如果衣服仅到能描述这些器官的大小或形状，那将不会有问题。下面的诗句也支持上述。他们知道从这个世界的生活中可以很容易地感知到什么，他们没有反省自己吗？他们没有旅行并看到他们之前的人的结局吗？7到9 Surah Al 房间。大多数人只知道从今生容易感知到的东西，因为他们没有思考，也没有走遍地球去研究和发现难以感知的东西，这就是今生的现实。看穿这身衣服的女人，就知道从她的部位容易看出什么，从而知道难看的地方就是不穿衣服的器官本身。因此，她只能通过衣服的外侧了解衣服后面的器官。不过，她的感知也不一定是准确的，说不定是娶了这个女人之后，才发现她的身体并不是自己想象的那样。例如，她即使穿紧身衣服，也看不到皮肤。至于外阴，旁观者感知任何有关她的信息都是不正确的，因此不允许用紧身衣服遮盖她。即使是允许不穿衣服看到女人贵重物品的男性，也不允许看到她的外阴。只有他的伴侣有权看到他的外阴，无论他们是已婚还是按照伊斯兰教的条件生活在爱情故事中。当古兰经谈到间接保护私处，即保护自己免受性唤起导致使用私处进行性交时，他明确排除了伴侣，具体如下：为了私处而保护的人，除了他们的配偶或妃子。5、6 Surah Al-Mu'minun。我已经在其他书籍中以充分的证据证明，介词 for 在古兰经中总是给出间接的含义。至于这里，当诗句说直接保护外阴不被看时，他并不排斥任何人。经文中提到的被允许看到女人贵重物品的男性，通常是从阿拉伯语翻译过来的，尤其是第一个男性，他被翻译成她的丈夫。然而，事实上，根据古兰经的行话，他是与妻子发生性关系，然后出于某种原因停止了很长时间的人，无论他们是否同意。他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她的丈夫，所以古兰经给了他一个不同的称呼。如果我们移到同一节经文的末尾，我们会发现这句话：他们不应该踢，这样他们隐藏的贵重物品就会被发现。古兰经中的踢总是由一个动作组成，所以他们不应该踢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一个女人的目的是要露出她隐藏的部分贵重物品，那么她连一个动作都被禁止。这里的踢不一定是踢地，因为经文没有说他们不应该踢地，因此它是任何动作，即使是在空中。由于隐藏的有价值的东西在这里与腿部运动相关是外阴，原因有很多，包括1，他在话题的开头和结尾都提到了外阴，让你明白所有贵重物品都是性器官，这样就不会有人说鼻孔，例如是必须遮住的口袋之一。另一方面，重复提及外阴被认为是强调其规范的独特性。也就是说，如果女人是静止的，甚至在移动她的腿时，完全隐藏外阴是不够的。2，诗中提到的外阴的保护是它的隐藏。至于其余的贵重物品，允许轻易从中察觉到一些东西，所以并没有说是隐藏的。3，这里的禁止是感知这部分贵重物品，而不是看到它。既然可以感知到乳房和臀部，那么禁止感知的东西是什么？只剩下外阴。因此，他在活动腿部的同时，将他的外阴部分紧紧包裹在外，或暴露该部分是不正确的。胸部被衣服遮住是看不到的，
但可以知道形状和大小，因为《古兰经》没有要求完全隐藏。由于经文认为遮臀等同于遮胸，所以紧身衣禁止遮住的部位就是外阴，意思是在移动腿之前就把它遮住。所谓隐匿的贵重物品被人察觉，意思是女性只有故意收紧外阴周围的衣服，才会被追究法律责任。在这里 T 意味着女性有意做出动作，导致覆盖外阴的衣服变得紧绷，例如在运动时这样做。既然女人有运动的权利，即使是在男人面前，也应该充分遮盖住自己的胸部和臀部，并坚持严格遮盖外阴，以免衣服紧绷。另一方面，即使让衣服紧贴胸部，也不会禁止手臂的动作。结论：一、保护，将生殖器官完全隐藏起来，不给观看者任何信息，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器官。二、知觉，女人必须完全遮住乳房、乳尖沟、臀部和臀裂，即使衣服很紧。至于上胸部和上臀部，如果是平坦的，没有乳尖沟和臀裂，则不需要遮盖。至于身体的其余部分，允许不穿衣服暴露在人们面前。假设一个女人没有找到恰好覆盖这些部位的衣服，在这种情况下，她将不得不采取更多的预防措施，例如将它们遮盖得更多，以确保它们不会在运动过程中暴露。因为这里的经文讲的是最小，是不允许的，不能低于这个限度1毫米。然而，如果我们不只是谈论《古兰经》对女性的偏好，那么我们将研究以下经文：先知啊，告诉你的妻子、你的女儿和信徒的妇女，将她们外衣的各部分并拢在一起，这样她们就可以盖得更多。这是最起码可以做的，这样她们就会被人知道而不被冒犯。59 Surah Al-Ahzab， 这里的讲话是针对作为先知而非使者的穆罕默德。这意味着不接受此建议的人，在来世不会受到惩罚的威胁。我在我的书中详细解释了这一点。古兰经禁止将先知的行为视为立法，而且提到命令目的的诗句一般很少，这首诗就是其中之一，其目的是这样他们就会被知道而不被冒犯。也就是说，妇女没有义务专门穿这节经文中提到的衣服，但只要符合她所在社会的传统，她穿任何衣服都可以达到上述目的。由于《古兰经》适用于任何时间和地点，因此以制定其细节不适合所有时间和地点的经文，让您以您认为合适的方式实现其目的。这节经文的最后一句话是说，先知穆罕默德时代的女人穿这件外衣是为了让她被人知道，而不是被人冒犯。认识她并不意味着知道她的名字，而是知道她属于哪个社会阶层。以下经文证实了这个意思。顶礼在他们的脸上留下了痕迹，在他们的外表上很清楚。29 Surah Al-Fah， 罪犯以貌取人。41 Surah Al-Rahman， 如您所见，了解行为与外表相关，例如脸上的某些东西。这意味着知识是通过面孔、衣服或类似的东西获得的。旁观者会知道她是属于穿着符合社会传统的体面女性，还是属于只穿努尔古兰经中提到的最低限度合法着装的下层女性。对于那些穿着最起码的人，一些社会自然不会将他们视为上流社会。虽然最低限度不违反伊斯兰教法，但社会看法不同。一个体面的女人不会听到别人谈论她或她的行为，这样她就不会被冒犯。古兰经鼓励女性穿着符合她们社会传统的衣服。然而，如果女性侵犯了她们在来世不会受到惩罚，因为她们至少穿着 Surah Al-Nur 中提到的最低限度。